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会议上，你精心准备的绝佳创意被同事悄无声息地窃取，却赢得了满堂喝彩，而你只能在角落里默默握紧双拳。在感情里，你掏心掏肺，以为遇到了灵魂伴侣，最后却发现自己只是对方渔场里的一条鱼。在团队中，你勤勤恳恳与人为善，却总有人在背后给你使绊子，让你百口莫辩，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你将这一切归咎于运气不好或者社会太复杂，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的背后都遵循着一套你从未察觉的人性法则？你不是输给了能力，也不是输给了努力，你是输给了对人性的无知。今天我们要精读的这本《人性的法则》，就是一部能让你从人性游戏的受害者变成掌控者的终极指南。这本书的作者罗伯特·格林花了整整6年时间，翻阅了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和心理学著作，才写出了这本人性说明书。这本书不教你虚伪的客套，不灌你无用的鸡汤，它只做一件事，把血淋淋的人性真相撕开给你看。它很残酷，但它能让你瞬间强大。它会给你一双火眼金睛，让你彻底看透牌桌上所有人的底牌。人生就像一场牌局，很多人总觉得自己是小丑，被人玩弄于股掌。那现在我们就先开第一张底牌，一个让你瞬间清醒的真相。这是《人性法则》这本书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法则：别再挣扎了，你根本不理性。你可能会想胡说，我上一秒还在为省2块钱运费跟快递小哥斗智斗勇，我多理性啊！先别急，我们来打个比方。你的大脑就像一辆车，车里坐着2个人，一个是你那个想看清地图好好开车的理性司机，另一个是你养了一头宠物，一头力大无穷但喜怒无常的情绪大猩猩。平时风和日丽，这头大猩猩在后座睡觉，你岁月静好，感觉自己就是秋名山车神，一切尽在掌握。但只要路上出现一点状况，它就会立刻冲到前面来抢你的方向盘。比如你刷到一个视频，里面的人过着你梦想中的生活，豪车美女环游世界，你的情绪大猩猩瞬间双眼放光，一把抢过方向盘，在你耳边尖叫：羡慕我也要，为什么我没有？于是你开始焦虑、嫉妒，甚至怀疑人生。你的理性司机告诉你别看了，人家那是剧本，可你根本听不进去，你已经被大猩猩带到了焦虑高速上，一路狂奔。再比如你的伴侣忘了你们的纪念日，理性司机告诉你他可能太忙了，提醒一下就好了，但你的情绪大猩猩直接一拳把司机打晕，自己踩上了油门，咆哮道：他不爱我了，他根本不在乎我了。于是你开始冷战、翻旧账、说狠话，把车开进了关系死胡同，最后车毁了，你坐在废墟里哭，还觉得是对方的责任。最可怕的是什么？这只大猩猩不仅抢方向盘，它还给你戴上了一副情绪眼镜。当你刚谈成一个项目意气风发的时候，你戴的是哈哈镜，看谁都觉得可爱，看什么都觉得是机会，胆子大的能去创业。当你被老板骂了一顿垂头丧气的时候，你戴的是墨镜，看什么都是灰色的，觉得公司要倒闭了，同事在鼓励你，地球明天就要爆炸了。你以为你看到了世界的真相，其实你只是看到了你情绪的倒影。我们一生中95%的错误决定，都是因为在开车的时候打瞌睡的理性司机输给了那头正在发脾气的大猩猩。那怎么办？难道就让这头猩猩开一辈子车吗？当然不。人性法则这本书给了我们3条极其简单的驯兽口诀，今天你听完就能用。第一条口诀：主动承认我可能是错的。你的那头大猩猩自尊心比天还高，他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认错，所以一旦你认定我老公就是个懒鬼，你就会自动屏蔽他所有做家务的瞬间，眼里只剩下他堆积如山的臭袜子。为了驯服他，你必须养成一个反向的习惯，下次你对某人有强烈负面看法时，逼自己问一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看错了？他今天帮我拿下快递，这是不是说明他也没那么懒？当你开始主动为对方找优点时，你的大猩猩就会猛掉，因为他最擅长的找茬游戏玩不下去了。第2条口诀：找到你自己的情绪按钮。每个人身上都有几个一碰就炸的按钮，通常是童年埋下的。也许你小时候家里穷，所以长大后特别讨厌别人跟你谈钱，一谈钱你就觉得对方在炫耀，在刺痛你，这个钱就是你的按钮。也许你小时候长得胖总被嘲笑，所以现在别人一开你身材的玩笑，你就瞬间黑脸，这个外貌就是你的按钮。你必须像拆弹专家一样，搞清楚你的按钮是什么，埋在哪里。当你下次因为一件小事而情绪失控时，立刻问自己：等一下，这件事是不是踩到我那个怕别人说我穷的按钮了？当你能喊出按钮名字的时候，你就拥有了拆除它的能力。第3条口诀也是最绝的一招：
凡事慢半拍。记住，你的大猩猩是个急性子，他追求的就是立刻、马上，而你打败他的唯一方法就是拖延。老板骂了你，你想立刻辞职，可以告诉自己我明天早上再辞。伴侣气着你了，你想立刻提分手，可以告诉自己我洗完澡再说。这个刻意制造的慢半拍，是你给你的理性司机唯一的喘息之机。你会发现99%的怒气，在你洗完澡、睡完觉之后，就已经莫名其妙的蒸发了。所以你看，成为高手的关键不是学什么复杂的理论，就是这么简单3招。当你能分清哪个是你在开车，哪个是你的情绪大猩猩在飙车时，你就真正开始掌控自己的人生了。但是你自己不发疯就够了吗？不够，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不仅是自己情绪的奴隶，他们还特别擅长把你的情绪大猩猩给惹毛，然后反过来控制你。他们是让你不断内耗、自我怀疑的源头。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时代最需要提防的人格——精致的自恋者。上一部分我们聊了人类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失控的情绪。当你学会了驯服自己内心的那头情绪大猩猩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变强大了，可以应对很多人际关系了。但作者告诉我们一个更残酷的现实，有一种人，他们不仅放任自己的大猩猩到处撒野，甚至还把它喂养成了一头只爱自己、极度精致又极度危险的怪物。这种人就是我们这一部分要彻底拆解的这个时代最高频的精神病——自恋型人格。一听到自恋，你可能想到的是那些天天发自拍、爱照镜子的人，不，那太肤浅了。《人性法则》这本书告诉我们，真正的自恋是一种深刻的人格缺陷，是一种看不见却能把你拖入深渊的黑洞。为了让你彻底搞懂，我们再打个比方，想象一下，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小小的能量充电宝，这个充电宝就是自爱和自信。当我们遇到挫折、被人否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内置的充电宝给自己充电，告诉自己没关系，我还是很棒的，然后满血复活。但是深度自恋者的内心是没有这个充电宝的，他们的能量值为0，内心是一片冰冷的、永恒的荒漠。那他们怎么活下去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吸血鬼一样，疯狂地从外界、从别人身上吸取能量。别人的关注、赞美、崇拜，甚至是你为他付出的痛苦，就是他的电，就是他的氧气。一旦外界停止供电，他就会立刻枯萎、窒息，甚至会发疯。所以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无论你是他的朋友、同事还是伴侣，都是一场注定要被耗尽的高难。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你不是一个平等的人，你只是一个移动的、会说话的充电宝。那问题来了，这种人这么可怕，我们要如何第一时间识别出来，然后火速逃离呢？别担心，他们虽然善于伪装，但身上的味儿是藏不住的。作者格林总结了几个一抓一个准的特征，我们可以把这些特征看成是照妖镜。第一面照妖镜，他是全世界最惨的受害者。你跟他聊天会发现，他的人生就是一部血泪史，而且所有的错都永远是别人的。工作搞砸了，是因为同事是猪队友，老板是傻瓜；感情失败了，是因为前任不懂珍惜，是个渣男渣女。他之所以没成功，是因为社会不公，命运多舛。他就像一朵盛世白莲花，永远无辜，永远正确，全世界都对不起他。如果你试图指出他自身的问题，哪怕只有一点点，他就会立刻把你打入迫害他的敌对阵营。记住，一个真正强大的人敢于承担责任，而一个深度自恋者永远在扮演那个最无辜的受害者。第二面照妖镜，它是宇宙中心的对话黑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识别技巧。下次你跟一个怀疑是自恋者的人聊天，你试试看，无论你开启什么话题，哪怕你聊的是火星上有没有水，他都有本事在3句话之内把话题巧妙地、不留痕迹地绕回到他自己身上。哦，你对火星感兴趣啊？说起来，我前几天看了一个纪录片，就让我想到了我当年对天文学的思考。你的话题永远只是他闪亮登场的开场白和垫脚石，他根本不关心你在说什么，他在乎的只是如何把聚光灯重新打回到自己身上。他不是在对话，他是在进行一场个人主题的巡回演讲。第三面照妖镜，他有一颗碰都不能碰的玻璃心，这是最核心的一点。深度自恋者外表可能看起来极度自信、才华横溢，甚至有些不可一世，但这全都是伪装。他的自信就像一个巨大的彩色但一戳就破的肥皂泡，他的内心其实比谁都脆弱和自卑。所以你不能有任何一句话、一个眼神透露出对他的不赞同或批评。
如果你胆敢批评他，哪怕你的建议是金玉良言，你也绝对不会得到感谢，你只会收获2样东西：要么是火山爆发般的暴怒，他会用10倍的音量和100倍的刻薄来羞辱你，证明你才是那个愚蠢的人；要么就是冰山一样的冷暴力，他会无视你，冷落你，让你在无尽的自我怀疑中煎熬，直到你主动道歉求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那句小小的批评对他来说，就等于是在对一个靠呼吸机活命的病人说：“嘿，我要拔掉你的管子了。”他当然会跟你拼命。所以，朋友们，一旦你用这3面照妖镜照出了身边某个人的原型，你该怎么办？去跟他理论，去试图拯救他，改变他，千万不要。罗伯特·格林在这本书里给出的建议简单粗暴，但无比有效，那就是跑，立刻，马上，头也不回地跑，不要抱有任何幻想。你不是他的心理医生，你也不是他的救世主，你只是他菜单上下一个准备要吸干的猎物。你的同情心是他最擅长利用的武器，你的离开才是对他最大的慈悲，也是对你自己唯一的拯救。我们身边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人，学会识别他们，不是为了去攻击谁，而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这就像天气预报告诉你明天有暴风雨，你才会记得出门带伞。好了，我们学会了如何提防那些极度自恋的雷区，但是在人性这个复杂的丛林里，还有一种人，他们更难对付。他们不自恋，甚至看起来非常谦和，非常为你着想。他们永远挂着最得体的微笑，说着最漂亮的话。他们戴着一副完美的面具，让你心甘情愿地放下所有戒心。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穿这副无懈可击的面具，洞察到面具之下那真正隐藏的想法和欲望呢？这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揭晓的关于角色扮演的秘密。上一部分我们聊了如何识别身边那些行走的能量黑洞，深度自恋者，他们是人性光谱里的极端案例。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不只是他们，我们每一个人，从你我到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每一天都在不动声色地扮演着一个角色，戴着一副精心打造的面具。莎士比亚早就看透了这一点，他说整个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演员罢了。而这一部分，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巨大舞台上最精彩也最危险的表演——人性的面具。你先别急着否认你的面具，你可以回想一下，你在老板面前和你在最好的朋友面前说话的语气、做的姿态是一样的吗？你在家里穿着睡衣面对父母时，和你在外面西装革履跟客户谈生意时是同一个人吗？当然不是。我们在不同的场景会不自觉地戴上不同的面具。在老板面前，我们戴上勤奋可靠的面具，哪怕心里已经把这个项目骂了1万遍。在朋友聚会上，我们戴上风趣幽默的面具，哪怕我们刚刚经历了糟糕的一天。在第一次约会时，我们戴上完美体贴的面具，小心翼翼地隐藏起自己所有的缺点和怪癖。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虚伪吗？不，《人性法则》这本书告诉我们，这不是虚伪，这是我们作为社会性动物进化了千百万年才掌握的生存智慧。你想象一下，一个完全不戴面具的人，心里想什么脸上就写什么，讨厌一个人就直接翻白眼，觉得会议无聊就当场打哈欠。这样的人，你觉得他能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上活几天？他会被人讨厌，被人排挤，被人当成异类，最后孤独地被整个世界抛弃。戴上面具是为了更好的合作，更好的生存，但问题就恰恰出在这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天生的好演员，所以我们太容易把别人的演技当成真心了。我们相信了那个对我们笑脸相迎的同事，结果被他抢走了功劳。我们相信了那个看起来忠厚老实的合作伙伴，结果被他骗得血本无归。我们相信了那个永远温柔体贴的恋人，结果发现那只是他捕猎的伪装。我们之所以会受伤，就是因为我们只看了面具，却看不见面具下那张真实的脸。那么这副面具真的就天衣无缝吗？答案是否定的，面具永远有裂缝。一个人的嘴巴可以说谎，他的语言可以被精心包装，但他的身体、他的微表情、他声音里最细微的语调，却像一个囚徒，会不断地泄露他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和欲望。这些身体的信号，就是我们戳穿对方所有伪装的终极武器。书中讲了一个传奇人物的故事，他就是现代催眠之父米尔顿·埃里克森。他年轻时得了小儿麻痹症，全身瘫痪，唯一能动的只有眼球，他就这样躺在床上，像一个活死人。但正是这种极端的处境，让他被迫关闭了语言的频道，却意外地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我们普通人根本注意不到的世界——非语言的世界。他躺在床上静静地观察他的家人，
他看到他的姐姐嘴上答应着母亲的要求，说好的没问题，但他的头却在不经意间极其快速地微微摇了一下。这个不的信号，只有瘫痪的他捕捉到了。他看到一个亲戚递给别人一个苹果，嘴上热情地说：“你吃吧，别客气。”但他那紧绷的手臂肌肉和微微向后缩的姿态，却暴露了他内心深深的不舍。就这样，日复一日，这个瘫痪在床的少年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读心神探。他能从别人脖子上瞬间跳动的血管窥出紧张，能从一个人整理头发的习惯动作读出他的不耐烦。他甚至能从一个打字员敲击键盘的力度和节奏，判断出他今天的心情是好是坏。这个世界在他眼里不再有秘密。埃里克森的传奇经历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天生拥有这种解读他人身体语言的能力，这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社交本能。只是在我们长大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关注别人说了什么，而彻底忽略了他们是怎么说的，忽略了他们身体发出的那些更真实、更重要的信号。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如何重新捡起这项被遗忘的超能力，看穿别人的面具呢？书中给我们提炼了2把最锋利的手术刀。第一把刀，学会看穿假笑。微笑是社交中最常见的面具，但假笑和真笑有着天壤之别。一个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微笑是全脸的运动，它会调动你眼睛周围的肌肉，你会看到对方的眼睛笑出了好看的鱼尾纹，他的脸颊会向上抬起，整个眼睛都会眯起来，像月牙一样。而一个虚假的礼貌性的微笑，通常只有嘴巴在动，嘴角努力上扬，但他的眼睛是冰冷的，没有一丝笑意，眼周的肌肉是完全放松的。下次当有人对你微笑时，别再只看他的嘴了，请你仔细地看他的眼睛，眼睛才是心灵的窗户，也是识破假笑的关键。第二把刀，警惕混合信号。这是最高级的识人术，也是人性最矛盾的体现。什么叫混合信号？就是当一个人的语言和他的身体在打架。比如你的一个同事嘴上正热情洋溢地赞美你的新方案，哇，你这个想法太棒了，我太佩服你了。但就在他说这话的同时，他的身体却不自觉地向后倾，或者双臂紧紧交叉在胸前，这是一个极其强烈的危险信号。他的语言在拼命地讨好你，但他身体那个更诚实的他却在抗拒你，疏远你，对你设下了厚厚的防线。请你记住一条黄金法则，当语言和身体打架时，永远相信身体，因为身体姿态是更接近我们潜意识的表达，它很难撒谎。请务必相信你看到的，而不是你听到的。所以，朋友们，从今天起，试着去做一个安静的观察者，在每一次对话中少想一点我接下来要说什么，多看一眼对方的表情和姿态。你不需要成为埃里克森那样的神探，你只需要掌握这2把小小的手术刀，就足以让你避开生活中80%的伪装者。你将打开一个全新的信息维度，看到一个更真实也更复杂的人性世界。但是仅仅看穿一时的表情和姿态就足够了吗？当然不够，因为一个人的面具可以随时更换，但有些东西是深深地刻在他的骨子里，一辈子都改不掉的。这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讲的，比面具更深层也更本质的东西，一个人的性格模式。上一部分我们学会了如何看穿别人脸上精心绘制的面具，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戴的是好好先生的面具，有的人戴的却是霸道总裁的面具呢？面具之下那个真正的操纵者到底是谁？人性法则这本书给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答案，那就是面具可以天天换，但一个人的出厂设置，他的核心行为代码是几乎无法更改的。这就是比伪装更高级的一击，性格才是一个人最真实的底牌。你一定遇到过这样的人，你的一个女性朋友，每一次恋爱都遇人不淑，每一次都哭着跟你发誓，我再也不找这样的人了。结果下一次她找的男朋友还是同一个类型的渣男，只是换了张脸。你的一个同事天生就是个拖延症晚期患者，他换了10份工作，每一份工作开始时都信誓旦旦要洗心革面，结果每一个项目都还是拖到最后一天才开始手忙脚乱的赶工。一个喜欢在背后说人闲话的人，哪怕因此吃冤多亏，得罪冤多人，下一次他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我们总以为人是会变的，但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告诉我们一个扎心的真相：一个人过去的行为就是他未来的剧本。并且记住这条黄金法则，人永远不会只做一次某件事。那些看似偶然的、错误、冲动的决定，其实都是他性格模式的必然上演。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拥有看穿一个人性格底牌的能力呢？作者格林给了我们几把钥匙。第一把钥匙，放弃幻想，做一个背景调查大师。在你决定是否要跟一个人深度合作，
结婚或者交心之前，不要只听他那些动听的承诺，你要像一个冷酷的侦探一样去挖掘他的过去。他过去是如何处理危机的？他之前的几段感情都是因为什么原因结束的？他和他前同事、前老板的关系到底怎样？一个人的过去藏着他所有的秘密。第二把钥匙，相信小事，那是大师的预言。一个会为了一顿饭钱跟你斤斤计较的人，你别指望他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能对你有多大方。一个习惯性迟到、对小事不守时的人，你很难相信他能在关键任务上力挽狂澜。不要再用这只是小事、无伤大雅来麻痹自己，所有的大崩塌都是由无数个曾被你忽略的魔鬼般的细节组成的。第三把钥匙，压力和权力是最好的卸妆水。一个人平时可以伪装得彬彬有礼、与世无争，但你把他放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或者赋予他一点点不受监督的权利，他的本性就会立刻暴露无遗。想看清一个人，就看他怎么对待那些比他地位低的人，比如餐厅的服务员、公司的保洁员，看他在逆境和绝望中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人在极端状态下的反应，才是他最真实的性格体现。所以，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别再只用耳朵去听一个人怎么说了，你要用你的眼睛，像看一部漫长的连续剧一样，去看他的过去，看他的行为模式。性格才是一个人最可靠也最无法伪造的说明书。看懂了性格，你基本就能预测他未来的所有走向，也就能避开我们人生中90%以上的人际关系大坑。好了，我们现在学会了通过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去看他的性格底牌，但是光看懂还不够。我们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特别固执、特别顽固的人，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抬杠，你想说服他，他把你当敌人。那么，面对这些铜墙铁壁一样的人，我们该如何让他们放下内心厚厚的防备，甚至心甘情愿地接受我们的想法呢？这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解决的堪称语言魔术的说服法则。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苦口婆心地跟固执的父母讲道理，告诉他们不要再相信那些养生谣言了，结果他们把你当成空气，转头又买了一大堆保健品。你想尽办法用数据和逻辑去说服你的老板，采纳一个你认为绝对正确的方案，结果他觉得你在挑战他的权威，把你的方案打进了垃圾桶。你撕心裂肺地希望你的伴侣能为你做出一点点改变，结果却只换来一句我就是这样的人，你爱接受不接受，甚至引发了更激烈的争吵。为什么说服一个人比登天还难？为什么我们讲的道理明明是对的，但对方就是油盐不进，甚至把我们当成敌人？人性法则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颠覆性的答案，因为你搞错了重点。说服的本质从来都不是你的道理有多对，而是对方的感受有多好。为了让你彻底明白，我们再来打个比方。每个人的内心都像一座防守极其严密的城堡，城墙高耸，吊桥紧锁，墙头上站满了密密麻麻的、时刻保持警惕的防卫小兵。当你试图去直接说服他、改变他、教育他的时候，你就像是带着千军万马，扛着攻城锤，气势汹汹地来到他的城堡前，然后大喊开门，你的想法是错的，快听我的。你猜会发生什么？他的防卫小兵会立刻警铃大作，万箭齐发，把城门关得死死的。你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射向城墙的利箭，只会让对方的防御工事变得更加坚固。他会觉得自己的城堡受到了攻击，他要誓死捍卫自己的尊严和领土。所以你越是用力，他的反抗就越激烈。那真正的高手是怎么做的呢？他们从不攻城，他们知道城堡的大门上刻着3句魔法咒语，只要你对着城门用正确的方式念出这3句咒语，城门就会自动为你打开。这3句魔法咒语就是深藏在每个人潜意识里的3大自我认知。第一句咒语：我是自由的，我的一切行为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没有人喜欢被强迫，哪怕是为他好，他必须感觉这是他自己的选择。第二句咒语：我是聪明的，我的想法是有价值的。没有人喜欢被当成傻瓜，他必须感觉他的智商和判断力是被尊重的。第三句咒语：我是个好人，我的出发点是善良的。没有人喜欢承认自己自私或邪恶，他必须感觉他所做的一切都符合他高尚的道德标准。记住，所有说服的失败都是因为你在无意中用你的言语和行为否定了对方的这3句魔法咒语。而所有高级的说服书本质上都是在不动声色地给这3句咒语疯狂地刷好评。那我们怎么把这套魔法用在生活中呢？第一招，把你听我说变成我想听听你的看法。这是在念你很聪明的咒语。想让你的孩子放下手机去学习，别再说我说的都是为你好，
你必须听我的，试试问他儿子关于写作业这件事，你有什么好办法能让他变得更有意思吗？我觉得你的点子肯定比我的强，让他感觉自己是解决问题的主角，而不是被你控制的木偶。第二招，把直接要求变成示弱求助。这是在念你很善良的咒语。你需要一个同事帮你一个很麻烦的忙，别说求你了，帮帮我。你可以这么说：完了，这个技术问题太难了，我搞了一下午都没搞定整个部门，我感觉只有你这个大神能救我了。他帮你，就等于再次证明了他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会非常乐意帮你这个小忙，因为这满足了他拯救苍生的英雄感。第三招，把我的方案变成你的选择。这是在念你很自由的咒语。你想让你的团队接受一个新方案，不要一上来就说这个方案有多完美，你应该准备3个方案，然后分析各自的利弊，最后说这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大家觉得哪个更好，或者大家有什么更好的主意。当人们感觉自己拥有选择权，而不是被动接受时，他们内心的防卫墙就会自动瓦解。所以，朋友们记住，说服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用你的道理去压倒对方，而是用人性去瓦解对方的防备。当你学会了如何去确认对方的自由、聪明、善良这3大核心价值时，你就掌握了那把能够通往任何人内心的万能钥匙。但是，人性中还有一种情感，它极其强大，它能让所有这些说服的魔法瞬间失效，它能让最亲密的朋友变成最可怕的敌人，它像一条潜伏在草丛里的毒蛇，无声无息，却能给你带来最致命的伤害。这种情感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讲的人性中最隐秘也最阴暗的情感——嫉妒。上一部分我们学了面对那些固执己见、油盐不进的人，最高级的说服术不是去证明你错了，而是去维护他内心那个骄傲的小国王。当你把他哄高兴了，他自然就愿意为你敞开城门。但是，朋友们，人性中有一种情感，它极其强大，也极其阴暗。它像一个万法皆破的终极 BUG， 能让你所有的沟通技巧、所有的善意和真诚瞬间失效。它能让最亲密的朋友变成最可怕的敌人，能让最和谐的团队变得分崩离析。这种情感就是人性法则中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嫉妒。通常情况下，愤怒、悲伤、喜悦这些情绪我们都会承认，但你见过有谁会大大方方地拍着胸脯说我好嫉妒你吗？绝对没有。为什么？因为承认嫉妒就等于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说了一句我不如人，这对于人的自尊心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是绝对无法忍受的。所以嫉妒这玩意儿，它从来不会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你面前，它就像一种无色无味的剧毒，会伪装成各种各样的形态，悄悄地渗透进你们的关系里。它可能伪装成一句关心，一个玩笑，一个善意的提醒，甚至是一种过度的赞美，直到有一天你们的友谊轰然倒塌，你的事业莫名受阻，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中毒的。而最扎心的是，《人性法则》这本书告诉我们，这种剧毒最容易在什么地方滋生？不是在你的敌人阵营里，而恰恰是在你最亲密的圈子中，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为什么？因为嫉妒的本质就是比较。我们普通人不会去嫉妒马斯克能造火箭，因为他离我们太远了，远得像个神话。但我们几乎一定会嫉妒那个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成绩差不多，甚至以前还不如我们，但现在突然升职加薪，开上好车，迎娶了白富美的发小。因为他离我们太近了，近到他的成功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自己的失败和无能。我们怎么才能提前识别出那些披着朋友外衣的嫉妒者呢？书中给了我们一个高精度的嫉妒探测仪，你只需要留意3个异常信号。第一个信号，带毒的赞美，这是嫉妒者最常用的初级攻击手段。比如你刚升职加薪，请大家吃饭，他会在酒桌上当着所有人的面，用一种半开玩笑的语气对你说：哎呀，太厉害了，以后当了大领导，可千万别忘了我们这些还在底层挣扎的穷朋友啊。你听听这话，他嘴上在祝贺你，但大领导和穷朋友这2个词瞬间就在你们之间划开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同时还暗示你是个得意忘形，可能会抛弃朋友的势利小人。这种让你听了感觉很不舒服，像吃了苍蝇一样，但又不好发作的赞美，就是典型的带毒赞美，是嫉妒最明显的信号之一。第2个信号，对你的小不幸表现出微表情的兴奋。这招非常绝，下次你遇到一件倒霉事，比如项目被毙了，或者跟伴侣吵架了，你去跟你怀疑的那个朋友倾诉，在他听完皱着眉头表示同情和安慰的那一瞬间，你死死地盯住他的眼睛。
如果你看到他的瞳孔里闪过了一丝你几乎都抓不住的转瞬即逝的兴奋和愉悦，那基本上就实锤了。对嫉妒者来说，你过得不好，就是对他内心那份不平衡的最好的慰藉。第三个信号，热衷于传播他人的负面八卦。一个特别喜欢在你面前津津有味的议论那个谁谁谁，其实也没那么牛，他那些事都是吹出来的，那个某某某最近可倒霉了。一个习惯于通过贬低别人来获得快感的人，你完全可以放心，他一定也会在别人面前用同样的方式津津有味地议论你。八卦和谣言是嫉妒者最廉价也最安全的远程攻击武器。所以，朋友们，《人性法则》这本书告诉我们，对于嫉妒，你必须像防贼一样警惕，尤其是那些对你过分热情、过分赞美的人，更要多留一个心眼。记住，这不是让你变得多疑，而是让你变得智慧，让你能保护好自己，不被这无声的毒药所伤害。好了，我们学会了如何提防来自外部的嫉妒之箭，但还有一种更可怕的、能摧毁一切的危险，它不是来自别人，恰恰是来自我们自己。当我们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功之后，一种神一般的感觉会悄然降临，让我们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最终导致我们做出最愚蠢的决定，亲手毁掉我们拥有的一切。这种危险的成功后遗症，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讲的自大狂法则。上一部分我们学会了如何识别和应对身边那些隐藏的嫉妒者，但《人性法则》这本书接下来要告诉我们一个更残酷的现实。很多时候，绊倒我们的不是敌人，甚至不是朋友，而是成功之后的我们自己。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很多你曾经很佩服的人，无论是创业大佬、公司高管，还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一旦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他们开始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他们觉得自己永远正确，他们变得自大、傲慢、刚愎自用。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开始做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极其愚蠢的决定，最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亲手建立的辉煌帝国轰然倒塌。从呼风唤雨到身败名裂，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我们这一部分要拆解的人性法则，也是成功者最大的诅咒——自大狂法则。为了让你彻底明白这个诅咒有多可怕，我们来打个比方。成功就像是游戏里最厉害的一种兴奋剂，当你还是个新手菜鸟玩家的时候，你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可当你打赢了一个小 boss， 系统给你发了一堆金币和装备，你的自信心瞬间爆棚。这时候你特别容易产生一个致命的幻觉，你会对自己说，我不是运气好，我就是天选之子，我就是这个游戏的神。当你开始觉得自己是神的时候，你就瞎了，你看不见地图上那些隐藏的陷阱，也听不见队友在你耳边的善意提醒。你开始觉得你以前成功的经验就是唯一的通关秘籍，可以复制到任何地方，战无不胜。你忘记了每一次成功背后都有无数运气的成分，都有团队的功劳，都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巧合。你把所有的功劳都贪婪地归功于自己的伟大，这就是自大狂的开始，也是你走向毁灭的倒计时。那这个法则离我们普通人远吗？一点也不。你可能只是在工作上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绩，得到了老板的表扬，你就会开始觉得自己比周围的同事都强，开始听不进别人的建议。你可能只是在某个领域赚到了一点钱，你就会觉得自己是投资天才，然后把所有的钱都投进一个你根本不懂的项目里，最后输得精光。那我们该如何给这个危险的自大狂心魔打上疫苗呢？第一针疫苗，成功时主动给自己泼冷水。每次你取得了一点成绩，别急着开香槟庆祝，先强迫自己冷静地坐下来，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冷酷地复盘，问自己3个问题：这次成功里有多少是靠运气？有多少是靠别人的帮助？有多少是氛围好赶上了风口？把这些成功的水分一点点挤掉，剩下的才是你真正值得骄傲的那一小部分。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它能让你保持清醒。第二针疫苗，永远保持一个学徒心态。千万不要以为你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包打天下，每个新项目，每个新领域都是一个全新的游戏。你要学会把过去的成就格式化，把自己清零，重新变成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生，去学习，去请教，去敬畏未知。记住，真正的大师永远都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少，那些总把我以前怎么样挂在嘴边的人，基本都已经离被淘汰不远了。第三针疫苗，主动在你身边设置几个反对者。自大狂最怕什么？怕听真话，他们喜欢被一群只会点头说是的好好先生包围。所以你要反过来，主动在你身边安排几个敢于对你说不的人，他们可以是你的朋友、你的伴侣或者你的下属。
你要鼓励他们，甚至奖励他们，让他们对你提出最尖锐的批评。当所有人都对你歌功颂德的时候，只有这些逆耳忠言能像闹钟一样，把你从天下无敌的美梦中叫醒，让你不至于在鲜花和掌声中一步步走向悬崖。所以朋友们，请记住这条来自无数成功者血泪史的法则：成功是最好的兴奋剂，也是最毒的毒药。我们努力追求成功，但我们更要用100倍的警惕去防备成功之后那个必然会降临的自大的心魔。只有保持谦逊和清醒，你的成功才能真正的持久。好了，我们聊了如何战胜自己内心的自大，但还有一种更普遍、更无形的力量，它不需要你成功，甚至不需要你做任何事，就能在不知不觉中让你放弃独立的思考，磨掉你的个性，最终把你变成一个平庸的、可以被任何人替代的螺丝钉。这种力量就是我们下一部分要讲的无处不在的群体的引力。上一部分我们聊了成功之后人内心的自大狂会如何苏醒并亲手毁掉一切，但人性就是这么奇妙，它有2个截然相反的极端，一端是把自己当成神的极度自大，而另一端则是彻底放弃自我，把自己变成无我的极度从众。不是那种高尚的无我，而是在群体中彻底失去自己的思想、判断和个性，变成一个只会跟风、只会模仿的应声虫。这种能瞬间把一个独立个体变成乌合之众的神秘力量，就是我们今天要拆解的人性中无处不在的从众法则。我们来看几个你肯定经历过的场景：公司开会，老板提出了一个你私下觉得愚蠢至极的方案，你本来准备好了一肚子反对意见，但是你环顾四周，发现你身边所有被你认为是聪明人的同事都在点头称赞，王总高瞻远瞩，这个想法太有创意了。这时候你到了嘴边的那句我觉得不行，是不是瞬间就咽了回去？你甚至开始自我怀疑，难道是我想错了？或者一件衣服你明明觉得很丑，但因为所有网红都在穿，所有朋友都在买，你就鬼使神差的也下了一单。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你一进入群体，就好像被施了降智魔咒？人性法则这本书给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解释。他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有一个看不见的信号接收器。当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接收的是自己内心的信号，可一旦你进入一个群体，你的这个接收器就会像手机寻找 WiFi 一样，自动搜索并连接上那个群体释放出的最强大的公共信号。从此，你下载的想法，你更新的情绪，你运行的行为模式都不再是你自己的了，而是来自这个群体的云端服务器。你以为你在独立思考，其实你只是在进行一次云同步。你以为你在做自己，其实你只是在模仿一个叫做大家的人。这就是从众法则最可怕的地方，它在无声无息中偷走了你最宝贵的东西，你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你的个性。它能让一个好人在集体的名义下，心安理得地做出最愚蠢甚至最疯狂的事。这个法则离我们远吗？一点也不。你所在的那个公司、小团体、那个网络上的粉丝群、那个你加入的兴趣小组，都在用一种无形的力量塑造着你的想法和行为。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只能被动地被同步吗？人性法则这本书告诉我们，想要抵抗群体的引力，你必须刻意练习3件事，建立起你思想的独立王国。第一招，主动扮演魔鬼代言人。在一个群体里，当所有人都朝着一个方向狂奔的时候，你要强迫自己停下来，在心里扮演那个唱反调的魔鬼。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所有人都赞同的想法有没有可能错得离谱？如果我要反对它，最好的理由会是什么？你要做那个在心里给狂热气氛泼冷水的人，这会让你暂时感觉不合群，但能让你永远保持清醒。第二招，建立你的思想安全屋。当你感觉自己被群体的某种强烈情绪，比如恐慌、愤怒或者狂喜所裹挟的时候，立刻想办法从物理上离开这个环境，关掉你的手机，不看群消息，一个人去公园散散步。物理上的距离能帮你创造出宝贵的心理距离，只有在安静中，你才能重新听见自己内心的真实的声音，而不是被群体的巨大噪音所淹没。第三招，永远相信行动而不是口号。一个群体，尤其是他的领导者，口号喊得越响亮、越宏大、越完美，你就越要警惕。别听他们说了什么，要去看他们最终做了什么，看他们的决策是不是真的符合逻辑，是不是真的带来了好的结果。行动是戳穿一切集体幻觉的唯一标准。所以，朋友们，融入群体是我们的本能，但保持独立思考才是我们作为智慧生命的最高价值。你可以在表面上和光同尘，但你的思想必须是你自己最后也最坚固的堡垒。
好了，到这里，我们学会了如何警惕自己，如何看穿他人，如何抵御群体。我们好像已经掌握了所有在社会上生存的技巧，但还有最后一个，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活着，这一切的挣扎、努力和看透，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生命只是一场不可逆转的奔向终点的赛跑，那它的意义究竟何在？这就是人性法则的最后一击，也是最深刻的一击。到这里，我们似乎已经学会了所有在社会上生存的技巧，如何战胜自己，如何看穿他人，如何抵御群体。但是人性法则在全书的压轴部分，给我们所有人抛出了一个最根本也最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这么努力地活着，我们躲过了所有的坑，然后呢？人生这条路到底要开往哪里？如果仅仅是为了生存，那我们和动物又有什么区别？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你每天都很忙，忙着上班，忙着开会，忙着应酬，忙着刷手机，但总有那么几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一种巨大的无边无际的空虚感会突然袭来。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做着这份工作。你感觉自己的人生就像一艘没有舵也没有目的地的船，在茫茫大海上随波逐流，飘到哪里算哪里。这种迷茫，这种内耗，这种我到底在干什么的无力感，才是现代人最深的痛苦。而这就是我们最后要拆解的，也是最高级的一条人性法则：找到你的人生使命。人性法则这本书告诉我们，这种迷惑的根源在于我们弄丢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每个人出场时都内置的那个灵魂指南针。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指南针，它永远指向那个最适合你、最能让你发光发热、最能让你感受到生命意义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你的天职，你的使命。一个没有找到使命感的人，他所有的能力都只是在为生存服务，他很容易被外界的风吹草动所影响。而一个找到了使命感的人，他所有的能力都有了一个统一的指挥官，他的人生从一艘漂泊的船变成了一艘目标明确的航空母舰。那么我们普通人该如何找到自己那枚失落的灵魂指南针呢？书里为我们提供了3条超实用的寻宝指南。第一条，回去考古你的童年。找一个安静的下午，关掉手机，拿出一张纸，回忆一下，在你5到10岁，在你还没有被你应该喜欢什么、什么有前途这些声音污染之前，你天生就对什么东西着迷？是拆解家里的闹钟，还是安静地画一下午画？是给小伙伴们讲故事，还是组织大家玩过家家？那些让你废寝忘食、完全忘记时间流逝的事情，就是你灵魂指南针最初发出的最纯粹的信号。把它写下来。第2条，相信你的身体直觉。你的身体比你的大脑更懂得你真正想要什么。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很顺畅，充满能量，学得很快，哪怕很累也不觉得苦，那说明你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反之，如果一件事让你感觉极度疲惫、烦躁、内耗严重，哪怕它看起来再正确、再有前途，那也是你的身体在用最真实的方式向你发出警告：掉头这条路不通，别再折磨我了。你的身体比你的大脑更懂你。第3条，把人生当成一场有限游戏，不要再想着我什么都想试试，那只会让你一事无成。你要接受一个事实，你的人生时间是有限的，你必须找到一个你愿意为之付出10000个小时，愿意为之忍受所有枯燥和痛苦的核心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把你的所有才华和精力像激光一样聚焦去做到极致。这种因深度专注而带来的创造性的成就感，是任何短暂的娱乐都无法比拟的。所以，朋友们，人性法则的这一击，其实就是让你向内探索，去找到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当我们找到了那个使命，那个内心的灵魂指南针，我们就不再害怕别人的眼光，不再内耗与无意义的纷争，不再迷失于群体的喧嚣。我们获得了真正的力量，一种由内而生、任何人都无法夺走的力量。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人性拆解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一起探索了人性深处的混沌与光明，掌握这些不是让你变成一个腹黑的人，而是让你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不再当那个任人宰割的老好人，不再扮演那个被人玩弄的小丑。这是一套专属于成年人的最高级的防身术。也许你会觉得人性有这么多法则和陷阱，活着太累了。但《人性的法则》这本书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揭示陷阱，而在于赋予自由。当你了解了那些控制我们行为的无形力量，你才能真正的从中挣脱出来，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你将不再被情绪绑架，不再被人际关系内耗，不再被群体的声音所淹没。你将拥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思考、
去选择、去创造的能力，这才是真正的自由。